好了，王爷，他知道错了，别再跪了。再跪下去，膝盖就要落毛病了。记住这个教训，不要再有下一次。属下知错。你起来吧。折磨的情况也算是稳定下来了，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去静养。公主，我听说你遇刺了，可有伤到哪里？无碍，此刻没有伤到我。那就好。可是何人如此大胆，敢来行刺公主？我的护卫跟那人交过手，从身手来看，该是皇叔身边的直戒。定王的人？那难道说，定王已经怀疑到公主了？怀疑又怎样？没有证据，他也只是怀疑。我这一生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回头无岸，唯有到黄泉之下，洗清罪孽了。既然皇叔怀疑我了，与其等他们出手，不如我们主动出击，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皇叔一向疼爱琛儿，琛儿也很敬重皇叔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铜墙铁壁，如果一直这么牢不可摧的话，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不小的阻碍。可是，若想离间这二人之间的关系，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。无妨，细水方能长流。只要找机会，在二人之间种下一颗猜忌的种子，待时机成熟，自然会生根发芽的。这么快就死了，还真是便宜他了。这是朕18生辰的时候，皇祖母亲自去庙里求来的，说是能保佑平安，消灾增寿，让朕好好待着。可是朕很任性，一日也没待过。父皇和皇祖母相继离开，朕才明白什么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。陛下，节哀。陛下还有南臣，还有太后，要保重身体才是。公主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太皇太后临终前，最挂念的人便是你。多谢皇叔关心，想必他老人家也念着您呢。父皇驾崩后，皇姑祖便动身启程，
想必现在也快到定京了。只是没想到，太皇太后都已经离去了。皇姑祖他老人家年事已高，怕是伤心的紧呢。先皇驾崩不久，太皇太后也去了。陛下一向孝顺，心中定然难过。幸好皇姑祖来了。陛下真是长大了。皇姑祖，一会儿我先陪您去祭拜父皇和皇祖母吧。好。皇姑祖，看到您就想到了您的朱邪剑。说起来，朕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这把跟随太祖南征北战的朱邪剑。只是这么多年过去，也从未见皇姑祖当面展示过的。国之利器，怎可随便示人？是啊，如果朱邪剑现世，那就说明南臣要不太平了。那还是永远不要让他面试吧。公主今日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啊。的确是一记昏招，可惜落子无悔。罢了，这局本宫认输。最近，郑国大长公主回京，听闻大长公主的朱邪剑从不离身。皇姑祖的朱邪剑是太祖皇帝留下的，见朱邪剑如见先祖。就算先帝在世，也要退避三分。如果有朱邪剑在手，皇姑祖一向疼爱我，拿到朱邪剑也不无可能。不过，定王回京，恐怕对我们将要做的事会有所阻碍。那颗猜忌的种子，是时候种下了。帝王殿下要回封地，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现在大家都这么说。陛下初登帝位，难道真能留军功累累的帝王殿下在身边呢？那帝王殿下真是够倒霉的。这不是谢幕杀那个什么吗？我都快要回封地了，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了？咱们还可以鸿雁传书吗？没心没肺。王爷，飞鹰小队来报，市面上的流言都是贩夫走卒的口口相传，或是寒门子弟的口诛笔伐。这文章言辞犀利，一针见血，确实是写的不赖。这文章十有八九是出自沈惊鸿之手，而且我之前亲眼见过沈惊鸿模仿别人的笔记。这么一想，那贾谊诏上的内容，八成也是出自他手。王爷，他真的在为柔家公主做事。这一切也都是在意料之中罢了。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享有神女的美名，而沈惊鸿
在寒门学子中又颇有威望。哼，他们这配合，倒真是默契无间啊。布下沈惊鸿这颗暗器，柔家还真是高明。王爷，他们这是在逼你离开定京。行了，朕都知道了。陛下，臣今日在坊间听到一些关于定王殿下的传言，说定王殿下越俎代庖，不肯放权。越俎代庖，不肯放权。亲王成年后必须离京就藩，无诏不得回到定京城。定王殿下却长期逗留在京城10年了，从未回到属地，恐怕有违祖训吧？孙大人言之有理，先帝仁慈，任由定王殿下长留京中。可如今陛下已登基，定王殿下职高权重，不免有干政之嫌。为了避嫌，便该自请回封地才是。关于定王的传言颇多，朕也有所耳闻。越俎代庖，不肯放权，这些话，先帝那个时候，你们就一直在说，说了10年，你们不累，朕这耳朵都快起茧了。朕劝你们把你们那些小心思都收收，当朕是瞎子不成？先帝在位时，皇叔便受任于危难之际，身战沙场，屡建奇功。如今朕辅登基，皇叔不顾病体，重返朝堂，鞠躬尽瘁。如此忠臣良将，皇姑母一直长居江左，不知在定京水土可灌否？其他倒还好，只是定京不少贵妇想要登门拜访，他老人家不耐烦应付，所以干脆称病，闭门谢客。那倒也好，如此，本王放心了。柔家还没有恭喜皇叔呢。那也是无奈之举。皇叔这话，倒像是不大情愿。或许是因祸得福吧。柔家，本王记得，在你父亲尚未登基之时，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。那时候，他经常带你来我这儿玩。
有一次你不慎摔倒了，你父皇为了哄你，给你退了一下午的囚钱。可此后不久，刘家就被送离定京。此后10年，再未见过父皇一面。待柔家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多了3个弟弟。当时的情形，你应该是最了解了。皇兄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，他是为了要保护你。父皇的一片苦心，柔家当然明白。皇兄最疼爱的就是你这个孩子，他临终的遗愿，也就是国泰民安，骨肉和睦。可惜二皇帝一时糊涂，险些伤了父皇的心。幸亏他迷途知返，如今在他的封地做一个闲散的富贵人。陛下一直宽宏大量，父皇代天有灵，也该心怀甚慰。如果真的是知错了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柔家倒有些好奇，那皇叔为何不回封地？是柔家失言，还望皇叔恕罪。不是不回，是时机未到。沈大人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第1日进这尚书省的时候，这天气啊，也跟今日一样好。穆大人记性可真好，确实如此。不是我记性好，而是初心，实不敢忘。沈兄也莫要忘记今日所讲的话。穆大人，此言何意？外面纷争不断，你我却还能在此喝酒观星，真是难得。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，不是最好吗？就像那时候我们在小茅屋的那段时间一样。每日睁眼，就可以和草木竹林为伴，干干净净的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叶。你如此怀念以前小茅屋的日子，是不是想放弃仕途了？那段在小茅屋的日子，更让我明白了肩上的责任之重。我不但不会放弃仕途，相反，
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，让南城的百姓，未来的日子都变得清明祥和，安居乐业。王爷所盼的，不也是如此吗？没想到，在背后为庄文峰撑腰的，居然是孙家。孙家在江南盘踞多年，若是孙家的话，那庄文峰作恶多端，却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，就说得通。唉，原本还想过上几日舒坦的日子，可偏偏天不遂人愿。这不是天不遂人愿，是人心叵测。天灾是难测的，但是这人祸还是要管一管。要管，而且得大张旗鼓的管。孙儒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是不是如皇叔所言，你就是这次江南赈灾粮贪墨案的幕后主使？陛下，老臣实在是冤枉的很呐！老臣与那庄文峰素不相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信中竟然提到老臣的名字。恐怕是老臣平日里口无遮拦得罪了谁，才让他跟那些有心之人故意陷害老臣吧。要不是庄文峰已死，老臣愿意与他当面对质。议政王，你纵然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也不能单凭这没头没脑的信，就在这朝堂之上状告朝廷命官吧？孙大人所言甚是，光靠几封信，确实不能把人定罪。而且，陛下，臣也认为，孙大人是被人陷害的。陛下，议政王要告孙大人的人是你，说他被诬陷的人也是你，这朝堂上可不是儿戏，你总得拿出一个合理的说道，否则岂不是欺君之罪？周大人，要诬陷孙大人的是庄文峰，本王只不过是把搜集到的证据呈给陛下。孙家是我南陈的大世家，世代三英，本可以不用努力就得到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他何必去勾结庄文峰这样的小县令，还干下贪污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？陛下，臣以为议政王所言差矣。沈大人，你觉得本王说的哪里不对？现如今，庄文峰已死无对证，与他勾连之人是否是孙大人，
都无法从他口中得知。但是臣以为，既然此事牵连到了孙大人，即便他不是背后之人，也必定是本案的突破口。所以臣建议，一定要彻查此案。陛下，既然庄文峰已死，此事也定没有了下文。为朝廷安稳，臣以为不如压下此事，等风波过后慢慢再查。南臣，究竟有多少像庄文峰一样的县吏？王大人可了解？如若不彻底揪出庄文峰背后之人，那有多少个庄文峰会被沦为他收敛钱财的爪牙？是不是日后每死一个庄文峰，此案就了结一次？那被压榨的百姓要从何诉苦呢？还是王大人觉得这世家的声誉比百姓的公道来得更重要？你休要给我安这些罪名，陛下，臣并无此意啊！陛下，臣以为此事的根结，归根到底就在于恩印制。若是废除了恩印制，学子们就可以凭借真才实学进入仕途，人人平等，再不会有人来维护世家的尊严了。废除恩印一制，事关重大，容后再议。今日就到此吧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